上集我们讲到呀，匹诺曹早晨起来的时候，发觉了有点什么不对劲儿。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原来呀，匹诺曹早晨醒来的时候，他就用手去抓自己的头发。他这一抓呀，就发现了很不对劲儿的一个地方。他发现他的两只耳朵一夜间的功夫啊，变得很长，长的呀像两把地板刷子。他马上在脸盆里倒上水，往水里这么一看呢，他看见了他永远不想看见的事情。他呀看见他的影子的头上添了一对妙不可言的驴耳朵。这样一来呀，可怜的匹诺曹是多么的苦恼、害臊和绝望啊！他开始又哭又叫，用脑袋去撞墙。听到这哇哇的叫声啊，住在楼上的一只土拨鼠走下来，问他：“你是怎么了，我的好邻居？”我病了，我的好邻居，你能帮我把脉吗？土拨鼠举起右前爪，把过匹诺曹的脉以后啊，叹着气就说了：“我的朋友啊，我真抱歉，可也只好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了。你啊，是在发驴子的高烧。”什么是驴子的高烧啊？我不明白。木偶嘴里这么说，其实啊，他心里太明白了。那我就来给你解释一下吧。土拨鼠继续说道：“在2-3个钟头之内啊，你就要变成一头驴子了。”这我可真命苦啊！匹诺曹哭叫着，用手抓住两只耳朵，拼命的又拉又拔。我亲爱的，土拨鼠为了安慰他，对他说：“圣人早就说过，懒孩子不爱书本，不爱学校，不爱老师，整天玩乐，早晚会变成一头小驴子的。”那这是真的吗？木偶哭着问。不幸得很，这是真的。他想出去，可当他走到门那儿的时候啊，他记起自己有了一对驴耳朵，于是就拿起一顶大棉帽，把它插在了头上，一直套到了鼻子尖下。他开始到处寻找灯芯儿，可找来找去，打听来打听去呢，就是不见灯芯儿。最后啊，他来到了灯芯儿的家门口，敲了敲门。过了半个小时，门才开。大家想象一下吧，当匹诺曹走进房间时，会是多么的惊讶呀！因为呀，他看到灯芯儿的头上也戴了一顶大棉帽子，一直拉到鼻子的下面。看见那顶帽子呀，匹诺曹差不多感到了安慰，但啊，他还是装作什么也没有觉察到的样子，微笑着问：“你身体好吗，我亲爱的朋友？”“非常的好。”“对不起，朋友，那你为什么头上戴了那顶棉帽子，还把你的耳朵全都盖住了呢？那你，亲爱的木偶，为什么也戴了那顶帽子，一直套到鼻子下面呢？”匹诺曹无言以对呀。过了很久很久啊，他们几乎同时喊起来了：“哦，可怜的匹诺曹，哦，可怜的灯芯儿。”之后啊，又是长时间的沉默。然后呢，两个朋友只是彼此之间以取笑的姿态而面面相觑。终于呢，木偶开口说了：“我们同时摘掉帽子，你同意吗？”“我同意。”“那么注意了。”匹诺曹开始大声数数，喊到3这个数的时候呢，两个孩子呀同时取下他们头上的帽子。这个时候啊，就出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场景。两个人遭到了同样的不幸，非但没有感受到侮辱，而是啊开始面对他们无限变长的耳朵而眨眼示意，捧腹大笑。他们笑得快站不住了。突然之间呢，在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啊，灯芯儿顿时安静下来了，然后摇晃着身体，脸色大变地对着朋友说了：“哎呦，我的腿再也站不住了，救命啊，匹诺曹！”“我也站不住了！”匹诺曹喊道，同时哭着，并摇动着身体。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啊，他们两个都把身体匍匐在地上了，用手和脚爬着走。这个时候啊，他们的胳膊已经变成了爪子了。
而他们的脸拉长后变成了驴子的口和鼻了，而他们的背上则长满了浅灰色的皮毛，并夹杂着黑色的斑点。可你们知道吗？对于这2个倒霉蛋来说呀，最为难堪的时刻是什么时刻吗？是他们呀，居然发现了身后头长出了尾巴。于是啊，他们被羞耻和痛苦所征服了，试图大哭一场。要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该多好啊！然而啊，他们发出来的却是驴子的叫声，他们响亮地叫唤着，2个人合唱般地发出嗷嗷的声音。就在这个时候啊，有人敲门了。一个声音说道：我是你们的车夫，快点开门吧，否则倒霉的是你们。那个人呢，看见门不开，就狠狠地一脚把门给踢开了。走进屋子，他还是那么笑嘻嘻地对着匹诺曹和小灯芯说道：能干的孩子们，你们学驴子叫学得不错呀。听了他的话呀，2头驴子耷拉着头，垂下耳朵，夹紧尾巴。那个人呢，先是拍拍他们，捋他们的毛，接着拿出一把刷子，把他们的毛刷亮，再给他们套上配头缰绳，就把他们牵到市场上准备卖出去了。的确，买主啊马上就来了。小灯芯呢，让一个农民给买去了，而买匹诺曹的呀，则是个马戏班的班主。他想让匹诺曹呢，同马戏班的其他动物一起又跳又舞。现在想必大家都知道了，那个车夫是干什么的了吧？他把讨厌学习的懒孩子呀，全都收留到车上，带到这个玩耍国来。等到这些可怜的孩子因为光顾着玩而变成驴子以后呢，他就成了他们的主人了。然后啊，把他们牵到集市上卖掉换钱。新主人把匹诺曹牵进了畜生栏，然后啊，给了他一些麦秸。匹诺曹尝了一口就吐出来了。主人又在草里撒了些干草，可匹诺曹啊还是不爱吃。主人生气地在匹诺曹的腿上抽了一鞭子。由于巨大的疼痛啊，匹诺曹就开始哭泣了。然后啊，像驴叫似的说道：麦秸我消化不了。那就吃干草。主人完全懂得驴子的方言。那干草让我肚子疼。难道你还奢望我拿肉来养着你吗？主人越来越气愤，又抽了他第2鞭子。挨了这第2鞭呢，匹诺曹出于谨慎，马上就安静下来了。这个时候啊，马厩已经关上了，只剩下匹诺曹一个了。他呀，已经好几个钟头没吃东西了。最后呢，他只好忍着呀，嚼了一点干草，闭上眼睛吞了下去。这种干草好像并不难吃，他想到，要是当初我继续读书的话，就不至于此了。但愿我的不幸遭遇对于所有不想读书的孩子是一个教训吧。第2天呢，主人就走进马厩，对他说了：我漂亮的驴子呀，我买你是为了让你给我赚钱的，你得乖乖地跟着我去马戏团表演节目。可怜的匹诺曹不管愿不愿意，都得学会这些特技。为此啊，他挨了呀不知道多少皮鞭了。这一天呢，终于到来了。张贴在大街上每个角落的5颜6色的海报是这样写的：今晚的盛大演出将由本团全体艺术家和所有的良马演出跳圈和惊人的杂技。另外，被称为舞蹈明星的小驴子匹诺曹将首次登台献艺。那天晚上啊，戏院是人满为患，马戏团的小台阶上密密麻麻的挤满了孩子，他们全都焦躁不安的想看小驴子匹诺曹跳舞。演出的第1部分结束以后啊，马戏团的班主就身着黑色燕尾服、白色紧身裤、脚蹬长皮靴，出现在挤得水泄不通的观众面前了。他深鞠一躬以后啊，便极为庄严地进行了讲话，然后啊，就请出了匹诺曹。匹诺曹很听话的马上把2个前膝弯下，直至地面，一直跪到班主抽响鞭子，对他嚷嚷道：开步走！
小毛驴儿两脚站起来，开始围绕着马戏团的场地转圈子，走的是正步。过了一会儿呢，班主就嚷道了：快步走！匹诺曹听从命令，便步伐为快步走。奔驰！匹诺曹立刻奔跑起来。飞跑！匹诺曹啊就开始飞快地跑起来了。然而啊，正当他如同跑马一样飞奔的时候呢，班主却举起手臂朝空中开了一枪。听到那声枪响啊，小驴子装出受伤的样子，直挺挺地倒在了马戏场上。在爆发出一片响彻云霄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啊，他从地上重新站起来，自然而然地又抬起头来，举目向上观望。瞧着瞧着呀，他看见一个包厢里有一个漂亮的女士，她的脖子上呢挂着的金项链上啊垂下来了一个纪念章，而这个纪念章上分别就是一个木偶的像。那个肖像是我呀，那位女士是仙女啊！匹诺曹马上就认出了她。由于巨大的喜悦呀，他试着大声喊叫：啊，我这仙女！然而啊，从他的喉咙里发出来的呀，却是响亮而又拖长的驴子的叫声，竟使所有的观众都笑了起来。这个时候啊，班主呢用鞭杆子啊往他的鼻子上敲打了一下。可怜的小驴子忍着疼痛，仍然心系台下的仙女。然而啊，当他第二次转身看的时候呢，他发现那个包厢又变成空的了，仙女啊就这么消失了。他眼里噙着泪水，开始嚎啕大哭。班主甩响了鞭子，大声喝道：匹诺曹，现在让大家看看你能多么优美自如地跳圈。匹诺曹试着跳了2-3次，由于心不在焉呢，两条后腿不幸被圈给缠住了，摔倒了。等他再站起来的时候啊，已经成为跛腿了，勉勉强强地回到了马厩里。匹诺曹出来，我们要小驴子！孩子们大喊大叫，对这极为悲惨的事件啊表现出了怜悯。然而呢，那天晚上啊，小驴子就再没有露面了。第二天呢，兽医诊断后就确定了他可能是终身的瘸腿了。班主心想了，一头瘸腿驴子可能只会是白吃白喝，我呀还是把它带到广场上卖掉吧。他就又来到了广场，马上啊又找到了一个买主。这个买主呢，买它是为了驴皮，他想用它的皮呀为乐队做一面鼓。买主付完钱了，就把小毛驴呢牵到了海边的一块礁石上，往他的脖子上啊挂了一块石头，用他手里攥着的一条绳子呢捆住了他的蹄子，然后啊猛地这么一推，就把他推到了海水里了。匹诺曹同脖子上的那块大石头一起呀，马上就沉入了海底，而买主的手里呢一直紧紧地抓着这根绳子，开始呢坐在礁石上等待着小驴子被淹死，然后啊准备剥下它的皮。那么匹诺曹落水之后，过了1个钟头了，买主呢就想着这头驴子呀准是被淹死了，于是啊就把它重新拉上来。他拉呀拉，最后呢居然看见了什么呢？咱们呀下集再讲。